将外门全部包围，任何人不得离开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是。不知道谁弄的，大神长，不知道。此次一举恢复到了元婴中期巅峰，元神也初步收拢，但是天意珠还无法取出。此人到底是何来头？若我知情不报，恐被牵连。要不……所有人接受检查，如有异动，就地格杀。看来这就是炼魂宗的魂幡秘法。若是能学会，再以游魂炼幡，想必威力不会比金幡小。不是他，继续检查。又不是他干的，他为何要跑？炼魂宗外围弟子人员成分复杂，弟子中有不少见不得光的交引，而且还有其他门派派来打探魂幡之法的细作。搜魂术下可什么都藏不住了。来，走吧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，下一个。过去。来。下一个，通过了！怎么可能？快点！好了，下一个。这些内门弟子的最高修为不过元婴初期，禁制的玄妙，不是他们可以看穿的。竟可如此轻易地避开内门长老的检查！哎呀，幸好我没有轻举妄动，此人以后能避则避。除了这些别有目的之人，没找到与昨夜灵脉事情有关的。难不成是外宗所为？好了，大比将至，速去修炼吧。无论是主灵脉，还是魂幡秘法，都是内门弟子的待遇。看来，这炼魂大比的内门弟子之位得拿下。此番劫后余生，易景上隐约有了一丝明悟。虽修为暂时恢复到了元婴后期大圆满，但对意境的领悟却突破到了化神中期。若能找到那归一的一点，便可再次突破。而今，仙力冲击对茶痕与意境封印的作用有限，若要继续冲破桎梏，还需另寻他法。李元峰以应变初期的修为留下的茶痕，必有如此威力，可见这应变修士意境可实体化这一点，就不是化神能比拟的。师兄，我叫柳梅，你可还记得我？朱雀子的弟子，当年恒月派的那个少年，如今竟也成了炼魂宗的弟子。数百年岁月，也不足以让你悄无声息地成为朱雀国弟子，除非你本来就是。
师兄聪颖啊！你不远万里来探我，到底是何意？王师兄，我不瞒你，柳眉多次接机，只是为了提醒你。你的手镯，我在红蝶身上看到过，此人身上疑点重重，来意不明，定心怀鬼胎，不必，告辞。500年前，他还是个懵懂少年，现在他的内心已坚硬如铁。他的道心究竟是什么呢？受死吧！我认输！认输也得死。看来这场大比又会死不少人呢。只有唯一的赢家才能进入内门，他们当然要抢破头了。加油！咒术，有趣。炼魂宗每次大比，上万外围弟子只有不到1半能活下来。这等选拔规则闻所未闻，似乎在怂恿选手间互相残杀，其内定有隐情。难不成让弟子相互残杀，再由宗内收魂？原来大比的目的竟是为了给宗内收集魂魄，没想到炼魂宗的壮大方式竟如此残酷。一个功法诡谲，嗜血成性；一个其貌不扬，歪打正着到决赛。哎呀，今年决赛真没看头。开始吧。结丹中期，老子苦修此术数十载，终要得偿所愿。小子，走到决赛算你运气好，但遇到我，也是你的命数。咒术赢。你这法术应是同阶修士，一击即亡。你这叫死咒术，不可能，死咒术不可能失效。这种低阶的神通，不过是对极境的模仿罢了。若是修为碾压，自然是能一击而亡。但若修为差别过大，便会放肆。不可能，你就是恶咒哎！弟子王震见过大长老，这是此次大比胜者青木。司马的死咒术，你是如何破解的？弟子隐藏了修为，实际已经达到了结丹后期大圆满，所以他无法伤我。倒是没有撒谎。不过靠着修为略高，
却是毁了一个有神通的好苗子。那谁，他就由你来安排吧。弟子遵命。恭喜师弟赢得大比，入我炼魂峰。先随我一同入内门吧。这3座巨峰，便是内门炼魂、抽魄和锁神3宗所在。内门主脉，果然炼气磅礴。不知那魂幡之法，师兄可否透露一些？自然。魂幡的等级，根据其内魂魄数量依次递增。10魂幡与100魂幡极为寻常。可若是练成了1000魂幡，便就具备了一些神通。我手中的便是1000魂幡。若要练成1000魂幡，必须有主魂，且主魂威力需超过魂幡之上所有魂魄的总和。主魂威力越大，魂幡威力越大。魂魄封印在魂幡之内，不会消散，反可渐渐成长，这也是魂幡之法的根基。虽说朱雀星也有一些收魂炼幡的神通，但与炼魂宗相比，确实有所不及。那9000金环，便是宗内9位化神长老闭关之地。师弟，你可知曾牛就是传闻朱雀星上鹰变旗下第1者？听说过。其实宗内本有10位化神修士，当年那位化神老祖周游他国，意外与那曾牛产生矛盾，被曾牛击杀陨落。我何时杀了一个炼魂宗的化神修士？这曾牛失踪的倒也是实话。遁天始祖本要亲自去找此人讨要说法来着。遁天始祖？咱们炼魂宗有2位鹰变始祖，那2道血环便是始祖们的闭关之所。遁天始祖手中那把10亿尊魂幡，便是那朱雀子也要退避3分。宗内没有师尊，全靠自修。你被分到了炼魂峰，此峰之上，你可选取任意地点，开辟洞府修炼。内门弟子的服饰和令牌到偏殿领，功法去峰内藏经阁去。多谢王师兄。令牌，进去吧。第3层不能进，余下2层随意翻看。请问前辈，魂幡制作的玉简在何处？那玩意儿这里没有。等什么？魂幡制作的玉简只有10枚，你若想要，凭本事去抢啊！抢来你不就有了？你有本事杀人便杀，看好什么就拿，看中你一个女修就抢，凭实力获取所需，便是炼魂宗的规矩。没有秩序，肆意而行，这规矩倒也新鲜。好你老子，你是这100年来第5个对我出手的，老夫就和你玩玩。别抓了，爷爷！咱们炼魂内宗还有一个规矩。规矩？东西拿走，认输不杀。师弟，玉简那里就有一块。炼魂宗又多了一个不能招惹的主啊！
布置饱满，还有几个不弱于结丹修士的威压。这魂幡不错，我收了。认输！我认输！杜甫、玉简魂幡统统都归你，我府内还有2个双修的小妾也归你。赵规矩，你不能杀我！其内虽是魂幡之法，只不过好像并不全面。师兄可是看出这玉简内的魂幡之法有所缺陷啊？师兄应该是青木吧？此次外围弟子大比的获胜者，师妹许云见过师兄。魂幡之法缺陷，是因为魂幡的制作方法共有3份，与3座飓风的名字一样，分别是炼魂、抽魄与锁神，3法合一，才是真正的魂幡之法。休要回来！竹林脉灵气浓郁，少取一些应该无碍。这是上古魂镜，以魂为镜，变幻莫测不说，威力更是超过寻常剑之数倍。一次魂剑锋陷之处，定有宝物。体内有灵魂之力，不知是宝是祸。而今尽管迫在眉睫，也只能并行险招了。炼魂宗外围弟子人员成分复杂，搜过数下，可什么都藏不住了。通过了？怎么可能？让弟子心火残杀，在有宗内收魂，没想到炼魂宗的壮大方式竟如此残酷。你只想死就说。这种低阶的神通，不过是对极境的模仿罢了。其内虽是魂幡之法，好像并不全面。是因为魂幡的制作方法共有3份，分别是炼魂、抽魄与锁神，3法合一，才是真正的魂幡之法。上古魂镜，一次魂剑锋陷之处，定有宝物。师姐，西木师兄不让咱们跟着。等他出关后看到这些，会不会说我们擅作主张啊？不过是在旁建了个洞府罢了，不打紧。再说了，修仙之人都爱洁净，我们帮他把洞府外弄得如此漂亮，他定不会有怒意。刘薇师妹，你放心就是。青木师兄的名声被我们传出后，这几个月我收集的魂魄比以往1年都多。可是，师姐，近日来拜访者越来越多。若是青木师兄知道我们靠宣扬他的名声收集魂魄，怕是不会轻饶。应该。青木师弟，在下郭东剑，还望出来一叙。元婴修为。
舍主大傻。去！千魂幡幻象，千魂幡，多梦也有。交出魂幡，让你离开。你若能赢，交出又何妨？师兄小心！炼魂幡弟子中，明明只有2人练出了魂玄，他怎么可能？这是那右手实力在我之上，不可莽撞。眼下还是要抓紧借主灵脉提高修为，恢复元神。现下我修为已突破了元婴，这魂幡之法，我可趁机研习一番。炼魂3神通，即为凝化、魂玄与血寂。凝化乃炼魂根本，把无形的魂魄凝结成形，并且打入魂幡之内。而神通魂玄则更为罕见，需元婴期才有一丝可能掌握。魂玄一旦施展，可迅速吸收大量魂魄，无论是斗法还是抢夺魂魄，都具有极大优势。恭喜青木师兄练成魂玄，小弟献上这杆千魂幡为贺礼。那小弟便先告辞了。慢！你可知抽破风谁有玉简？抽破风的苏金氏，可找他换取。修为恢复了大半，可喜可贺。柳眉，你有何目的直说无妨，不必如此做作。王离，你大难临头，走吧，离开朱雀姓。你有所不知，那红蝶已被我师兄杀死了。看来我与红蝶的一战，只不过是某些人眼中的一场斗术而已。走吧，越快越好，我是为了你好。柳眉看似好心，但为何总给我一种诡异的感觉？这人表情
师兄小心！原来如此，这柳眉所表现出的楚楚友情，实际上都是为了遮掩她内心深处那真正的无情之道。柳眉没有趁我修为未恢复时出手，虽然没有杀意，但也绝非善意。你二人启发我看出柳眉真容，便饶你们一命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恢复元神。若主动吸取更多，让这灵脉威压变大，定能进一步挤压元神，加快恢复。修为依然突破化神，元神愈合却停滞了。元神恢复需要更强大的灵力威压。孽畜！师祖当年有言，三峰之下镇压的三杆魂幡，有德者居之。上次落败后，老夫悉心准备数10年，这次一定是老夫的手中之物。血祭，血祭，炼魂三神通最后一个，可让魂幡的威力瞬间增强数倍。还有一个，终于出来了！老夫上次就败在这第2头主魂手上，这次定将你拿下！有戏！怎还有第3头主魂？难不成还有第4头？罢了，还是不常在意。不对，一面魂幡不可能有这么多主魂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都是副魂。要不断消耗副魂，才能逼出主魂。收服魂幡，或可一死。这是麒麟残魂。麒麟残魂虽实力不如凌天后的麒麟虎，但却有传承基因，有施展法术之能，其实力竟然与化身后期大圆满相当。我倒要看看你的魂魄之力能撑到几时。
孽畜！摄神车，起！你若是全盛时期，自然不为魂兽，但此刻只是残魂。10万魂幡。麒麟主魂，走！刚才的小动，竟没引来炼魂尊化神以上修士的察觉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尽快集齐魂幡所需的御剑3法。炼魂宗之人，交出抽破御剑。我竟看不透他的修为。抽破御剑我可以给你，只是我有1杆炼魂幡，尚还缺少300多个死魂，便可成为1000魂幡。你拿出300个死魂，我便给你。师兄手快，怎么称呼？青木。原来是青木师兄。此玉简内记录着如何抽取魂魄，同时保持其不消散的一系列方法。青木师兄，可还要去锁神峰索要锁神玉简？师兄还是不用去了。锁神玉简，只有化神长老才可查看，普通弟子修炼的，也不过是炼魂和抽魄。魂幡最后一法，竟然只有化神长老才有，而我的元神恢复也需更强的威压。既然如此，不说。炼魂宗诸位，出来迎战！炼魂宗诸位，出来迎战！这是好多魂魄。在阴变毛怪的威压之下，我的元神必可恢复。化神长老们都出战了，找死！好强的化神杀气！让你们老祖出来！狂妄小辈！
友，老夫等你多时，恭迎老祖出关。果真是应变。你们9个退下。曾牛小友，老夫等这一天已经2年了。柳梅都能找来，那这炼魂宗应变时所知晓我的身份，也不足为奇了。我看你近日来，日子应是过得不太舒畅吧？今日你我相见，我先送小友一份薄礼，之后再详谈不迟。柳梅小辈，10息之内滚出炼魂宗，否则，即便你是朱雀的弟子，老夫也照样杀之。前辈，晚辈奉师命在此，并无任何破坏炼魂宗的举动，您又何必如此呢6息，晚辈可以离开，待若师尊问起来，晚辈也只能如实诉说了。届时，师尊降罪下来4息，这11尊魂幡。曾牛小友，老夫这份薄礼如何呀？此乃厚礼，但前辈不惜得罪朱雀国，反倒让晚辈多有惶恐。朱雀子老了，未必可以让整个朱雀国为他效力。前辈有何吩咐，但说无妨。不急，我现在送你第2份礼物。曾牛，你来找老夫，不就是为了借着我的威压，加快元神恢复吗？现在，老夫如你所愿。够不够？不够。如何？还不够。好，老夫已有200多年没有使用过应变器的先例了。这第2份礼物，老夫可是下了大本钱。修为恢复到化神中期，比以前还精进了些。多谢前辈。现在谢我言之过早，老夫还为你准备了第3份礼物，你可敢要？有何不敢？安息坐下。这是炼魂宗至宝，10亿尊魂幡。凭借此宝，老夫敢以应变后期与问鼎一战。现在，我便以此幡内的魂力，帮你把修为提升至化神后期。至于意境，就需要你自行感悟了。
这些魂魄居然全部都是应变修为。我炼魂宗每位应变先祖在临终前都会放弃肉身神智，甘心成为一道无意识的魂魄，祭献此番。若有一日老夫归西，你也要记住，把老夫的魂魄收入其内。你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老夫绝不吝啬。魂力起！不错，虽然意境在化神中期，但灵力已达到化神后期。曾牛小友，这第3份大礼，你可惜够？前辈，我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是吗？那是自然。这小家伙现在体内灵力已然饱满，即便是吸，也不能吸太多了吧？本尊，我们一起吸。孤身一族本就以吞噬灵力为生，加之修炼武神诀，本尊对灵力的需求要比分身多无数倍。开始主动吞噬灵力了，刚才明明强行灌输到一至极限。罢了罢了，谁让老夫答应了呢？牛小友，你还真不客气呀！多谢前辈的3份大礼，前辈有何吩咐，但说无妨，晚辈定尽全力。好，只要有你这句话，这3份礼就送对了。随我来。曾牛小友，老夫赠你3礼。所谋之事极大。原本，你若不来我炼魂宗，我还打算外出寻你。晚辈确实听说，因我杀了炼魂宗一个长老，前辈要寻我质问。掩人耳目罢了。有了这正经理由，老夫去找你，才不会让人留意。不知前辈所为何事？竟如此谨慎。唉，曾牛小友，你可知朱雀国为何到现在为止只有不到10个5级修真火？很久以前，朱雀国一举成为6级修真火。受修真联盟赐予了这颗星球，我们一路迁移而来，却发现这里有一群强大的原住民仙夷族。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厮杀，我们以惨痛的代价赢得了胜利。
11尊魂幡也是在这场战斗中得以大成。朱雀国的第一任朱雀便成立了朱雀山，作为整个朱雀星的控制点。国内6大宗派形成了最早的6个5级修真国，我炼魂宗便是其中之一。而后6个宗派大量弟子分散开来，形成了朱雀星上大大小小众多修真国。成为6级修真国是我炼魂宗历代宗主的梦想，但这无数年来，我炼魂宗只要有人即将达到问鼎，就会被人一夜之间打回原形。如今更是早已失去国境，只能作为一宗而存在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历代朱雀的使命，就是阻止任何一个5级修真国晋升至6级。他怕5级修真国反客为主，他怕朱雀星易主。可是，晚辈不过是一个化神期修士而已。前辈所说这些，与晚辈有何关系？有关系。你是云雀子选取的4个朱雀继承人之一。云雀子。是他。他便是云雀子朱雀的师弟。你送我3份大礼，便是因为他吗？不尽然。小友，你可愿拜入我炼魂宗，成为下一任接班人？有朝一日，带领我炼魂宗成为6级修真国。为什么是我？我炼魂宗来到这朱雀星后，到现在为止，一共出过36个应变修士，他们的魂魄全都在这魂幡之内。我的师兄是第36个，而我将是第37个。2年前，师兄放弃寿元，催化全部神通，想要为我炼魂宗找出一条未来的道路，可惜苦寻无果。但在他死亡的瞬间，你来到了炼魂宗山门之外。这或许只是巧合。或许吧，但老夫寿元将断，我只能赌师兄的意境没有失败，把你带来了炼魂宗。炼魂宗已后继无人，我一旦身亡，11尊魂幡定会被朱雀拿走。没有了魂幡，炼魂宗亡矣。待我寿元断绝之日，便是这魂幡给你之时，你可愿答应我之所求？6级修真国，以晚辈的修为，难度实在太大。成功与否，自有天意。晚辈尽力而为。10年内，我可保你平安。10年后，就要靠你自己了。玉简上记录了锁神之法，也是操控10亿魂幡之术。此术是我炼魂宗之核心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炼魂宗唯一的核心弟子。多谢师祖。老夫要闭关了，为10年后
魂魄进入魂幡内做好准备。你最好不要走出炼魂宗万里之外，否则一旦遇险，老夫来不及赶去。前辈放心，若是在下连自保之力都没有，也活不到今日。晚辈还有一些私事，待全部处理完后，定会在前辈出关之时赶回炼魂宗。你记一接，老夫便不再多说。吸收完这部分木灵，天女珠只差金灵就能彻底圆满了。血域国里元丰、巨魔族老祖，还有趁机封印我的孙太，当日你们的所作所为，一一清算。柳眉小妹，在应变老怪的威压之下，我的元神必可恢复。现在，我便以此番内的魂力，帮你把修为提升至化神后期。本尊，我们一起信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炼魂宗唯一的核心弟子。有朝一日，带领我炼魂宗成为6级修真国。晚辈还有一些私事，待全部处理完后，定会在前辈出关之时赶回炼魂宗。李元丰，苍牛！李元丰，苍牛！他的修为怎会在短短几年内全部恢复？敢闯我雪域碧血神殿！找死！还！他刚刚的一子之位，竟丝毫不输人变修士。此次本尊与分身融合，两者好像互相促进一般，竟有一丝变异。几年不见，你竟已突破到化神后期。今日我便拿你炼魂。
曾牛，你我之战，不要波及旁人。好，那你我便就当日之事做个了断。你们退出万里之外。是。今日我就让你有来无回。自古竟可扰动元神。曾牛，好好尝尝摄魂骨的滋味吧。古圣怎可能失效？这就是鹰变期的实力吗？若非老夫重伤未愈，岂能让你如此羞辱？今日老夫就算修为跌落，也要杀了你！差之一击！化神小辈，今日就让你尝尝仙力之威。受死！鹰变修士的实质化意境，果然强悍。曾牛，今日雪域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鹰变神通果然玄妙，只是你的仙力实在太少。王某本想借你领会一下鹰变意境，你也的确给了我新的启发。去死！既然能在意境中注入仙力，那是否也能注入古神之力？这是什么意境？生死轮回。他的意境进到了鹰变。
原来当年那人是你派来的。此法宝，你不配用。僧鸟，今日老夫便是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！宗主，宗主，宗主！哼，四宝元神，你试试。王某大可撕开空间裂缝一走了之，留下来陪葬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整个雪域。罢了，老夫败了。但此事与雪域无关，你莫要赶尽杀绝。若你同意，老夫任你处置。我要你的鹰变期魂魄。小薇想到了原因起。我不杀你们，但从今日起，雪域不允许有化神以上修士及任何修真门派存在，否则我还会再来。是。当年雪域踩着4派联盟众人尸体，成为了5级修真国，而如今风水轮转。老夫啊，当初果然慧眼识珠啊！这小子竟然能凭化神后期修为，一举杀死鹰变修士，不简单呐！王兄确实不凡。此次雪域降为3级修真国，也算是帮了你的忙啊！既如此，你便去会会那个柳梅，看看这小辈的千幻无情道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。是。哎呀，朱雀子这2个弟子不可小觑啊！尤其是钱锋，是老夫一生所见天资最高之人。自心呢，曾是他的炉鼎，日后极有可能是那小辈的道心裂痕所在呀。哎呀，而柳梅的无情道，周武泰的无情意境，或只能与之一战。这柳梅似乎看中了王林的意境，这小子极有可能是我与朱雀子对弈的破局利器呀！哎呀，师兄，老夫当年与你赌斗，输者自罚1000年，还有12年，老夫便自罚结束。到时这朱雀之位究竟花落谁家，可不好说呀。曾牛再现雪域国，竟仅凭一己之力击杀雪域宗主，封住众人修为，让5级修真国硬生生跌落至3级。一代枭雄李元峰就此身亡。李元峰不过是一个强行提升至鹰变的废物而已。曾牛，若你能杀死巨魔族老祖，你才有资格
勉强成为我的对手。前辈，我用搜魂之术探查过李元丰，他并没有关于你的其他线索。你曾说，我突破鹰变才能将你唤醒，鹰也是和仙力有关吧？李元丰是强行提升至鹰变，体内仙力稀少，但巨魔老祖却是一步步修炼而来。加之那罗衣神通，连孙太都有所顾忌。我与他一战，并没有把握。可那日巨魔老祖坚持要我入身，老夫要他现身，自有用处。现在想来，应是听族人说我与天孽珠有关，待他日后重伤痊愈，定会再来找我。战还是不战？战，胜负难测；可不战，确实会错过杀他的最好时机。何人？在下欧阳天，受遁天始祖所托，来给你送一样东西。遁天始祖知你要做什么，嘱咐我将此物给你。曾牛小友，老夫不便出关，只得这样相助于你。这玉简中记载着巨魔族魔衣神通的应对之法。就是如此。这另一物，你应当见过。是一尊魂幡。这并非尊魂幡主幡，只能使用2次，但这把分幡有主幡1/3的威力。其中的12个紫金魂魄，便是我宗达到鹰变修为的历代宗主。有他们在，此幡威力不可小觑。若想彻底驾驭这尊魂幡，还需施展锁神之术。好强的威压！好了，东西都给你了，小友，
老夫在炼魂宗等着你。大恩铭记于心。巨魔族老祖，你在劫难逃。今日我便拿你炼魂。察之力之，今日血域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生死轮回，曾牛再现血域国，击杀血域宗主，一代枭雄李元峰就此身亡。这小子极有可能是我与朱雀子对弈的破之利器呀！这玉简中记载着巨魔族魔音神通的应对之法，若想彻底驾驭这尊魂幡，还需施展锁神之术。巨魔族老祖，你在劫难逃。曾牛杀了李元峰，又将血域国封禁。恐怕我巨魔族也难逃此劫。老祖肉身虽未完全融合，功力也未恢复，但所幸闭关之处极其隐蔽，那曾牛定然寻不到。管他什么曾马曾牛，既对老祖不利，我巨魔族定让他有来无回。曾牛若真找来，定是有了万全把握。老祖虽说有错，但他毕竟是我巨魔族的希望。可曾牛拿我赤虎当朋友，如此，当是万无一失。巨魔老祖，滚出来！来者何人？曾牛。他就是那个战胜红蝶的曾牛，人变之下第一人。曾牛道友，找我族老祖何事？杀他！我巨魔族血脉相连，不是那区区血域可比的。你既对老祖不敬，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吾以巨魔之名号令，所有族人不惜一切代价杀了曾牛！杀！砰砰砰！赤虎，曾兄，你可当我赤虎是朋友？我一生友人不多，你赤虎算一个。巨魔族犯你在先，曾兄所为也在情理之中。可我是巨魔族少主，若曾兄真当我赤虎是朋友，还请曾兄高抬贵手，就此离去吧。此行我未取任何巨魔族人性命。赤虎，若非因你，我不会如此。啊，曾兄，我何须你说废话？你只需要告诉我巨魔老祖所在之处，我便离开。大胆，狂了！想找老祖，先过我这关！大长老，不可！
巨魔族不是你的敌人。巨魔老祖在哪儿？我可以不杀他，但要他归还仙界。老祖闭关之处无人知晓，只有打开巨魔族通天大阵，才可与他联系。曾兄，拿到仙界，你就会离开吗？三位长老，我以少宗主身份命令你们，随我开启通天大阵。巨魔通天大阵，三界巨魔天，开！曾有幸是一贯恩仇必报，老祖如此气他，他断不可能留老祖性命。要回先前的说法，定是托辞。东界巨魔天，开！曾兄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但老祖是我巨魔族的希望。我身为巨魔族少宗，必须要负起这份责任。这通天大阵，便是老祖的身体，也只能堪堪承受8道。你不可能扛得住。赤火，仙界一行，是你欠我；雪域劫杀，是我欠你。至此，你我之间两清。两清？是啊，你我之间一人两清。赤火，你以为这所谓的通天大阵真能入骚吗？第1道，非我巨魔族人，竟能以肉身扛住杀阵。第2道。什么？他怎么会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即便是老祖，也只能承受8道杀阵，他绝不可能扛下第12道。最后一道，赤火。你可看仔细了！巨魔通天大阵，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吗？看来，就连师尊都小看了你。既然你们都不愿说，那王某便借着通天大阵，传声巨魔全境。巨魔老祖，出来受死！巨魔老祖，出来受死！杀星！破我族通天大阵，还借此阵之为传化全境，嚣张之极！哼！待我肉身彻底融合，再去杀你不迟。12道，巨魔族中前无古人。巨魔族，封！从今日起，巨魔族不再有元婴出世。无我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结婴，这便是我对你们的惩罚。主人，你放我出去，我要和他拼了！
那皇陵当年到底如何对你，让你如此怨恨？他待我简直猪狗不如，完全不能跟主人相比。等咱把皇陵杀了，您再让我和法宝里的仙子小妹妹见一面呗。不急，等我彻底恢复，自会让你与他一见。本打算让你多活几日，既然你上赶着送死，我便成全你。他肉身还未完全融合，就具备了如此威力。若他全部恢复，肉身强度怕是与三星古神的躯体也差不了多少。他的肉身怎会比我强上一线？肉身融合之际，我本不愿用出仙力，但现在看来，不用是不行啊！别看我与你之间，取你性命！我许立国一向忠心耿耿，哪能轻易让你制服啊？怎会如此？我明明种下了禁制。要论禁制，你怎么能和我真正的主子相比呢？许立国。主子，这次我可立功了，可要好好犒劳我。杀星还是那个杀星。好。真的吗？孙子，哪里跑？黑焰之兽，出土！以巨魔楼族的应变神通，断不可能只有这些手段。巨魔族第67代族人，愿以鲜血倾注先祖遗物。巨魔先祖曾以此符破开天地，先战新一族2个9叶术咒士，能死在此符下，是你之罪，去死吧！这样我可承受不住啊！好机会！柳眉姑娘，你的对手是我。你是云雀师叔择定的4人之一又如何？就凭你躯精化神中期修为，拦不住我。
既如此，请赐教。哎呀！不是要杀我吗？孙魂幡。这是炼魂宗的。11尊魂幡，遁天竟传给了王离。柳眉姑娘，这魂幡，你可不是对手。融合的肉身竟再次被毁，元神也遭重创。亡灵，千夫神通，老夫凭着元神崩溃，也要拖你下水。我要你在星空之中无路可退，无处可归，终日惶惶，了却残杀。朕喜。这玉简中记载着巨魔族挪移神通的应对之法。怎会？你的天赋神通王某破不掉，但若寻一个星空中的定位之法，倒是简单。定位之法，你死局已定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此物中竟蕴含一丝古神血液，本尊通过炼体修炼古神诀，限制颇多，正好可凭此物施展古神神通。不过此物究竟从何而来，与巨魔族有什么关系？哥哥，阴血已尽。够了！饶命！我叫佩奇，我被关在法轮那几百年，只想重获自由，并非要害你。此女竟是某个前辈勾人元神分裂出的一丝残魄，内含一线魅惑意境，残魄一具如此威力，勾人实力定更为难测。若直接抹杀，难免大遭惊世。当务之急还是婉儿。小白，快抓住他！
小姐。天元爷爷，看我的新坐骑！等大宗主回来，让他看看。我才不稀罕他回来，他早把我忘，骗子！来者何人？叔叔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的大老虎呢？宗主，你走之前说再给他带一只大老虎回来。抱歉，是叔叔忘记了。叔叔带你去另一个地方抓老虎，好吗？真的？耶！抓老虎去！我杀了李元风与巨某族老祖，定会引起关注，恐对婉儿复后不利。不如索性离开朱雀星几年，待一切尘埃落定后再回来。叔叔，大老虎在哪儿啊？没错。18岁届满，婉儿元婴凝实，记忆会恢复，而那时天道也将再次降临。还有6年。小白，再快一点！哇，好漂亮啊！婉儿，就快了。13年前，我部下层层禁止抵抗天道，却只成了虚语。天界之力强悍如斯，天道亲临更是难有胜算，只能凭借本尊骨身肉身硬抗，才为婉儿争取了时间。此次再战，天道必有所准备，也会对本尊有所防范。我们须得另寻他法。快点，小白！慢点。叔叔。
想想。叔叔，我好像是个怪物。什么？我感觉我的身体里好像有另一个人。最近几个月，我经常做梦，会梦到一个大姐姐，那个姐姐正在苏醒，而每当她醒来，我就会消失。一体双尸，怎么会如此？难道当年我将婉儿的元婴放入之际，那胎儿已产生了意识不成？若这样下去，婉儿元婴凝视之际，注入的意识将会被彻底吞噬。但若此时将婉儿元婴取出，必定会前功尽弃。难道一定要牺牲这个孩子？叔叔，奇怪，人呢？叔叔，这么多天你去哪儿了？你知道？你的感觉没错，你体内确实有一个人，他叫李牧啊。所以，我体内是你的爱人。我本以为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，可没想到却并非如此。现在有一个两全之法，我先将你的魂魄封印，待婉儿醒来，她会成为这具肉身的主人，而你将沉睡一段日子。等一切结束，我会再为你另寻一副更好的肉身。叔叔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把你当做亲人。我在梦里看不清姐姐的样子，但是感觉她就是我想成为的样子。会的，你以后会和你婉儿姐姐一样漂亮。小柔儿，你累了，休息去吧。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方法。婉儿，如果是你，该如何选择？一具肉身罢了，沉睡些年，换一副更好的，多拽呀！小白，我走之前会求叔叔把你送回山林的。小白，你以后会想我吗？
这个吃下去。这是什么？碎鹰骨。好一头护主的虎鲸。叔叔，不要伤害小白，好吗？叔叔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小白，快，去吧。随着婉儿的云鹰越发凝视，周如昏睡的日子也越来越久。我也一直在苦思，此次再战天道，到底要如何应战？这些法宝虽强，但都有弊端。天道深不可测，一招失误，便是满盘皆输。我绝不能输。叔叔，替我保管好，以后要还给我哦。我会信守承诺，为你找一副更好的肉身。叔叔，和我说说你和婉儿姐姐的故事吧。我和婉儿相识于一场误会，但一切似乎又都是冥冥中的注定。当时我不过区区筑基期，却待他误打误撞闯入了凶魔海。那是我第一次被人保护，也是除了父母之外，第一次有人想保护的人。为报父母血海深仇，我与他分别，天各一方。而命运却让我们在云天宗重逢。我与婉儿约定白首不分离，但没想到造化弄人。等我回来时，他却寿元已尽。世人都说大道无情，我偏要再续前缘。婉儿，来。师兄，你骗我！你骗我！天道怎会来？别担心，没事的。
这一次，你依然带不走他。行天之道，而何敢与天为敌？之力。别松了！你的对手是我，师兄。四扑亮黑。我在明，你在暗，我对你所知甚少，但我知你虽为奸党，却也可生可死。天道，你该现身了！孤身一座，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吗？燃尽乱黄吞日月，放剑神躯真混沌，十方尽灭。你不是无足，你到底是谁？哼，不重要。蚩服汉硕，徒劳吧。世间从未有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轮回之力生于天地，取之有尽，用之便有节。
助这天道轮回。续你的心脏！不知好歹，便是求死！你这样下去，真的会死的。师兄，婉儿站在你身旁，知你过往尽是苦衷，你拜师求道，自保，复仇妒忌，数百年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方走到今日。我数元已尽，本就为大道所不容，而他是无辜的。这19年来，我感受着这小如儿一点点长大。若要夺了这孩子的肉身来苏醒，这对他太残忍了。师兄，婉儿让你失望。婉儿，回去，回去！婉儿不愿你再为我伤心，拼命，到头来魂飞魄散，一切成空。师兄，此生与你相爱，婉儿已经满足。今日能够再见你一面，更如千来之福。此心未复，此情圆满。此事不行。不！此生。你敢动他？生死一定！
从没有任何一个古神拥有一剑。师兄，答应我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不要！师兄，结义能够再见你一面，更无借来之福。此生与你相爱，婉儿已经满足。师兄，答应我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修仙数百年，我满手鲜血，一身杀戮，怎就保不了你一世安宁？我亡灵与天道2次对抗天道，却最终服在了天意之上。天意弄人！天意，我生了天道，却被天意戏弄。何为生？何为死？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天意呀！我于化凡中感悟生死天道，觉着于从天而降，出生于天，死于大地。看生是生，看死是死。又于周易前辈和仙界女子的情动中，观他生他死，他死他生，感悟看生不是生，看死不是死。如今在天意造化中，婉儿身中有死，死中有生。我终于明悟，原来生让是生，死让是死。原来这世间之事，失去的就让它失去，存在就让它存在。死于出生于天，却非死于地，而是于大地之上，重获新生。此间种种变化，为死亦为生。婉儿，
没有好好警醒，死后又执着让你们复活，从来没有问过你们的想法。如今孩儿与我生死，破除执念，16世子，由你们自己选择。哎，这样啊，多吃点。飞喽！这叫铁柱吧？原来同室之爱，方能明悟生死；永别之情，方能达生死一境大圆满。可悲之极！我已将周如送回楚国，抹去了与你有关的记忆。让他拥有完整的一生。婉儿，你等了我300年，我王林无以为报，只愿竭尽全力。1年、10年、100年、1000年，直至此生魂飞魄散，也有还得你苏醒的奇迹。婉儿，等我。唯有成为远胜今日的强者，方有解救重要之人的实力。如今我离应变只差半步，现在必须返回朱雀乡，全力突破应变。朱雀国第1代朱雀子牺牲自身，以9个问鼎中期修士的生命，凝聚出这5把封印之剑。封印先隐数万年，今日老夫誓达问鼎圆满，谁也不能阻止五族重现。当年之战，老夫无力回天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族人赴死。数万年来，老夫吞噬无数族人之首府，却被奉为祖先。老夫乃无族罪人，本就该死。我愿代替仙野之术，被这5剑封印。我愿以魂祭仙，永不回转。要按仙夷族重现。我愿以身殉道，
换来族人重临大计。现役族人敬奉老祖，敬奉老祖！我回朱雀星，杀！老夫以第14代朱雀子之名，号令朱雀星众修真国，与仙夷族开战！虽说离应变只差一步之距，但我手中的仙域数量还远远不够破境所需。仙域难寻，看来还是要先返回炼魂宗，向遁天前辈请教解决之法。这是仙夷族。师弟，仙夷老贼，给我滚出来！啊，那是六叶树咒师。小娃娃们，继续跑啊！我还没玩够呢。既然你们誓死不行，那就给我族人练练手吧。我和你们拼了！不去，死吧！什么人？应变！快跑！魂兽。等你达到元婴期时，自会想起前世之事。是您，当年恒岳山化神的那位前辈。数年未见，你已到结丹后期，不错。可惜，我却还未结婴。我来助你。
方林，谢谢。昔日王家之人只剩你我，何必谈谢？物是人非。昔日你我还一同进行灵根测试，谁能想到，如今竟变成这般光景？朱雀星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这几年，并未在朱雀星上。如今亡灵的修为，竟可以踏破虚空。3年前，现一族的朱雀国宣战，朱雀国号召各大修真国联合抵抗，却没想到，现一族谋划1000年，早就将9位修士秘密送出，安插在各大修真国。如今这9位身居要职，虽然只有5位暴露，但里应外合之下，还是将朱雀国打得节节败退。为挽回局面，钱锋独自向现一族少族长宣战。3天3夜后，这场宿师之战却打成平手。僵持之下，现一族终于答应签订停战协议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现一族停战的条件，竟是要朱雀国割让所有3级修真国，并上交其中修士和有资质的孩童。自那以后，所有3级修真国身陷囹圄，有的被迫投降，有的誓死不屈，一片生灵涂炭。我赵国苦苦支撑至今，被逼至绝路。我等此行，是去向4级修真国求援，希望他们可以收留我们，暂避此劫。可他们不光冷漠拒绝，还对我们的抵抗行为百般嘲讽。我不担心，归来途中又遭遇现一族伏击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赵国也将沦陷。方林，你能不能回赵国一趟？师叔，这位前辈这么厉害，是不是能解赵国之危啊？他若帮我们，便是与两方为敌。如今这世道，没人愿意趟这趟浑水。王爷，我听闻都城内已经有3个孩子被异族人带走了。你说的地方，当真能护玉儿安全吗？我也不确定，但曾祖曾说，我王氏一族有条祖训，若遇灭顶之灾，可进入祖宅，便能保得性命。那祖宅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？据说在我王家尚未入京之前，曾出过一个法力通天的仙人，被尊称为始祖。祖宅内便有他当年留下之物，但时隔多年，我也没有把握。也不知都城内的仙人都去何处了，若他们在，还能有个庇护。那些仙人都回到各自门派迎战，如若不敌，便会去一处集合。我觉得你要撑不住了。所有人，与我撤到横岳山，快走！都通知到了吗？大家都往横岳山去了。快走！快进祖宅！跑得倒挺快。交出灵根童子，我可以饶你们一命。休想！
你们这个修真国倒也有趣，全部都聚集在这里，莫非此地有什么法宝不成？你可以一试。有意思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有恃无恐。师祖，真的显灵了！这可是我们赵国始祖留下的镇国之物，一定能活得住的。竟是一件异境法宝啊！拜见长老，拜见长老，拜见长老，拜见长老。不过这法宝主人的修为也太低了些，区区化神初期，即便他亲自前来，也难逃一死，何况只是一件法宝。不过此物倒也有趣，为之可惜。的确是个宝贝。看在此物的份上，老夫不为难你们。你们若成为我仙夷族的附庸，定会比在朱雀国好上不少。怎样？休想！我的誓死守护赵国！我的誓死守护赵国，绝不投降！既如此，赵国便就此灭国吧。凭你还不配？修为琢磨不透，乍一看是化神后期，但却蕴含着一股奇异之力。木雕拿了。不，报！好。此人竟能如此轻易化解我的攻击，区区一个3级修真国始祖，居然是个鹰面老怪，这倒霉事怎么能让我给碰上？我让你走了吗？阁下，我们已与朱雀国达成停战约定，莫非你要毁约不成？那又如何？事已至此，只能动用轮回术的力量完成了。
若杀我，身上便会留下符咒之力，我族前辈见之必杀。仙夷族之人，王某杀的还少吗？六爷说咒时，还有斩咒时，不可能！手！晚辈玄道宗镇风啸，参见赵国始祖。我不是始祖。200年前，您在玄道宗化神之际，便有了始祖之名。这次，更是挽救赵国于生死存亡之际，又有了始祖之实。您是赵国当之无愧的始祖啊！儿啊，即使没被选上也没关系，您踏踏实实回来，还有爹娘呢啊！竟已过去500年。点拨修习，看清前路，可助结丹修士几灵，毕竟虚影，感悟天道，能让元婴化神有望。加强阵法，抵御外敌，唯有应变方能破解。赵国日后如何，便看他们的造化。你决定好了吗？我2世为人，既是王家养育我长大，我现在唯一想要的，就是用此生所剩的时间来守护后代子孙。前尘往事，至此终了。我也要去做我该做的事了。保重。曾牛小友，你回来啦！曾牛小友，你回来啦！此地是我炼魂宗禁地，唯有历代掌握锁神术之人才可进入。死气。肉眼将尽的表现，前辈，你无妨，老夫还有那么几年寿命，不会轻易就死的。之前魂幡一事，还要多谢前辈。事情处理完就好。这几年，你修为提高了不少，已经到了炼仙化气、凝骨退肉的境界。若要破境，老夫还可助你一臂之力。但老夫这么对你，是要回报的。前辈请讲。这是我炼魂宗历代应变修士的牌位，老夫当着众先辈的面，将炼魂宗托付给你。而老夫让你回报之事，便是保护好11尊魂幡。此番在，则我炼魂宗香火不灭，这小小的朱雀星，挡不住你曾牛的脚步。他日你若离开此地，定要寻一处位置，
为我炼魂宗修建999座天梯塔，成就我宗大业，使炼魂宗成为6级修真国。可以。师兄，我把一切都压在你的神算之上，希望最终不会输得一无所有。宗内的仙玉储备只够你应变的1/3，我带你去将仙玉凑齐。除了仙境，还有地方可寻得仙玉？自有人相助。至魔道的耗子们，李家顿天爷爷来了，速献上仙玉！顿天老鬼，我们没有仙玉。当真？你若给我仙玉，我便离开；若不给，我也不和你们打。但这沼泽内的所有毒虫，老子要给他们灭种！这老鬼不讲武德，借着自己寿元将至，完全不怕死，用那增魂幡生抢仙玉。老鬼，你若敢出手，你身旁的小辈必死无疑。二位，在下今日真的必死无疑吗？区区化神怎可自如使用仙宝？你到底是谁？在下曾牛。以化神之躯杀了雪域国里元丰和巨魔老祖的那个曾牛。别废话，老规矩，仙玉给我一半。拿去，日后休要再来。你看，我就说自有人相助嘛。不，上次被我师尊抢走那么多，竟然还剩了这么些。不过还是不太够啊。不碍事，一个不够就抢2个，2个不够就抢3个。只要尊魂幡在手，便能在朱雀星横着走。走，下一个。炼魂宗确实罢了。行了，这些仙玉应该够了。日后你再需要仙玉，别要自己去抢了。曾牛小友，你记住，在修真界得到仙玉的方法只有抢。日后你拿着10亿尊魂幡也要如此，莫要坠了我炼魂宗的威名。好，要么不抢，要么全部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不过这朱雀星还是太小。我年轻时曾去过一次天运星，那里比朱雀星大10倍，宗派极多，资源优渥。若非我实力不够，不然去捞上一把，一定很过瘾。天运星，那天运星上的天运子，修为深不可测。据说在修真联盟中，此人也有一席之位，远非小小的朱雀子可比。老夫天运子，你若是能走出这废弃星球，可来天运星做我记名弟子，跟随100年。待朱雀星上的事情结束，
定要去天运星看看。是新一族，应是奔着朱雀大陆去的。哼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发起了第二次进攻。莫掺和此事，我们速回宗内。炼魂宗，木叶，在前方等待少族长，我随后就到。二位炼魂宗之人，将法宝留下。九叶数咒师。听闻数万年前的大战中，你们炼魂宗凭借10亿尊魂幡，所向披靡。我倒要看看，这法宝威力是真是假。哼，你本不配老夫出手。不过，曾牛小友。之前梯宗遇见的不过是些喽啰，趁此机会，老夫便让你见识一下尊魂幡的真正用法。瞧好了，魂魂无异，主魂13，记住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尊魂幡永恒不变的神通，便是融合。它没有固定的使用方法。魂阵练，第6代始祖擅长阵法，此幡在他手中便是以阵法存在。3魂阵，炼魂。阵法竟能摄人魂魄，有趣！琉璃鼎，九叶数咒师，相当于问鼎初期。此人倒也有些手段。10亿尊魂幡，莫不是只有这些威力不成？哼！你猜为何这10亿尊魂幡是问鼎修士都忌惮的存在？今日便让你开开眼。第10代先祖的意境为吞噬，用其此幡，便是会吞噬魂魄。从而壮大自身，5亿魂魄凝聚，13主魂归一，对天前辈的修为也能达到。问鼎终结，老夫今日不杀你。但你记住，以后你们仙夷族与朱雀国的斗争，我炼魂宗不参与。多谢前辈不杀之恩，我定会向老祖通禀。这便是我炼魂宗10亿尊魂幡的威力，你看如何？多谢前辈教诲。待我寿元断绝，你执掌此幡，可再细细体会其中玄妙。我与遁天前辈虽无师徒之名，但他传授我魂幡之法，却有了师徒之实。唉，你小子运气不错。
我能感受到尊魂幡里的第4主魂快醒了。第4主魂？对，那是36主魂中最强的存在，也是我炼魂宗最后一位问鼎老祖。问鼎？那因何陨落？这事儿还得从2代朱雀子说起。当年朱雀国战胜仙夷族后，1代朱雀牺牲自身，将仙夷族彻底封印地底，并指认一人为2代朱雀。此人雄才大略，是当之无愧的朱雀星第1强者。算你命好，你这副皮囊，我司徒南朱雀星第1高手收了。前辈，那2代朱雀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朱雀之名，只有历代朱雀子才会知晓。他执掌期间，朱雀星极其强盛，我宗第4老祖便是在那时突破了问鼎。那此人最终结果如何？1000年前，朱雀国突遭4位域外修士入侵，第4老祖随2代朱雀迎战，虽此战最终得胜，但老祖身受重伤，成为第4主魂，2代朱雀不知所踪。凡人，妈的！老子等了1000年，结果等来你这么个凡人，连夺舍都夺不了。按照遁天前辈的说法，这2代朱雀与司徒南颇为相似，难道他就是？行了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前面就是朱雀大陆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回到炼魂宗，让你应变。这阵法范围就如此之广，这是朱雀星上最强大的阵法——朱雀玄阵。此阵展开，可笼罩整个朱雀星，缩小可护一人，强大无比。开启此阵所需的灵石无法想象，看来这次朱雀子为了对抗仙夷族，不惜下了血本。这阵中竟还有巨魔族血影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前锋小儿去过一趟巨魔族，还解开了你设下的封印，将众人迁移至朱雀国。哼，我说这小子怎么这么好心，原来是借助巨魔之血加固朱雀玄阵。前锋竟能解开一角封印，却不被我察觉，此人绝不可小觑。朱雀子，你给老夫将此阵打开，否则不等仙夷族来，我拼了老命也要将这大阵炸开一个缺口。老夫耐心有限，3、2，前辈息怒，晚辈这就打开。朱雀玄阵可是历任朱雀才能修习的术法，朱雀子竟提前传给了你，还真是对你寄予厚望。前辈谬赞。晚辈没有恶意，只是想与这位名动朱雀的曾牛道友切磋一下罢了。好了，我们没时间在这里和你纠缠。莫非前辈寻找的继承人连与在下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吗？小辈，你是在找死啊！好，哼，不愧是杀了李元丰与巨魔族老祖的人，还请多指教。既是切磋，
曾兄不必因我的身份有所顾虑。仙宝，既然曾兄拿出看家本领，那钱某便……哼！这三牛子接二连三打断我的话，直接进攻，卑鄙！曾牛只是深得我炼魂宗精髓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抢夺先机。别推得太早！朱雀坠，这是朱雀子的伪仙宝，威力极大。报！朱雀玄阵，竟能想出自爆的打法，有魄力。幸好报的是分番，只会让魂魄虚弱一些，不然老夫要心疼死了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定会找机会给尊魂幡补给魂魄。曾兄好手段，钱某算是见识了。废话真多，我们走。哼。红蝶，出来！敢伤我！师尊真是老糊涂了。你的一击终究是我的，师妹的一击也会是我的。哼，舔干净。这尊魂幡确实厉害，只可惜马上就要易主了。安心闭关，争取早日应变，有老夫为你护法。只要我不死，绝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扰你。谢谢。不必。记住你答应我的事就好。前辈放心。应变共分3步，第1步，去梵根。当年仙界未崩溃之际，修士只需进入仙界，在洗灵池内浸泡即可。如今却需要大量仙气冲刷，才能将梵根拔除。使身体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。梵根已去。应变第2步，凝仙体，即借助仙力重塑骨骼血肉，让肉身可随意运转仙力。此步虽会承受蚀骨钻心之痛，却能让你的肉身蜕变为仙体。不错，接下来便是最后一步，聚元神，使其由虚变实。在元神彻底凝实之后，便会与肉身归一，至此应变成功。怎会有股香气？是仙体的味道，会吸引妖兽和厉魂前来夺取肉身。小友，外面的事已交给老夫，无论有任何动静，莫要分心，否则元神离散，功亏一篑。你可明白？明白。不可分心，稳住。这场大战死伤
师兄，我把宗魂幡交给曾牛，不知是对是错。不过眼下大战，炼魂宗怕是难以保全。不管未来他去哪里，定能为我宗留下一丝余脉。或许，这也是你意境所指之意吧。文玄，人活一世，不求长存于天地，但求可以死得其所。我炼魂宗列祖列宗都甘愿抹掉神智，成为主魂。我遁天也绝不会落于人后。我们很快就会相聚的。府主大人，时辰到了。这是从尸阴宗用祖符换回的巨魔族尸体，有着尸身相助，轮回术定可顺利长成。祖灵，开！此祖灵种子是虚祖修炼万年，以肉身破除5件封印释放而出。若东南西北4颗轮回术能顺利长成，便能孵化出4个实业强者。到时，朱雀国必败。大人，我听闻朱雀子去了炼魂宗，准备去抢10亿尊魂幡。他绝不做无把握之事，我们要小心了。危难之际，你等需借出10亿尊魂幡，助朱雀星度过危机。今日便是履行诺言的时候了。遁天，拿来！放屁！我怎从未听说过有此等约定？朱雀老贼，你这分明就是要抢！我炼魂宗成如今这般模样，和这几代朱雀子脱不了干系，而今又要为了你的位子，再搭上尊魂幡，休想！遁天，大难当头，更应团结一心，不要执迷不悟。拿来！我炼魂宗祖训有云：幡在人在。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那老夫便替炼魂宗老祖好好管教你。朱雀圣火，炼！尊魂幡保得了你一人，却护不住正宗。遁天，这炼魂宗是亡在了你的手里。这魂幡，你交不交？交不了。曾牛，这座魂幡，你万要守住。以寿元为据，魂
大融合术。灭我烈魂宗，也休想全身而退！化人成体，杀！是你逼我的。朱雀玄阴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交出尊魂幡，否则你想守的。可就一个都守不住了。修真联盟赐予的神通，已经用来对付同族，就差一天。遁天，修真联盟赐予的力量，你呀，挡不住。你要知道，我乃朱雀子，朱雀星第1人。你还没明白一个道理，这尊魂幡杀了你，我也拿得到。朱雀子，你欺人太甚！你灭我烈魂宗，也休想全身而退！老祖，弟子遁天献祭所有寿元，求请尊魂幡第4魂3金之魂。炼魂宗第4老祖，得1者可修仙。得2者为聪颖，得3者为天资，得4者为绝世，得5者为圆满。炼魂宗第4老祖拥有罕见的3颗金灵根，他身亡后，魂魄进入尊魂幡，以宗内秘法修成了足以威胁问鼎后期的绝代第4魂3金之魂。今日我们便一起死吧！老祖所化3金之魂，乃是天下至金之物。魂气无坚不摧，可伤元神。噬魂提速，你避不掉，也逃不了！给老夫死！3金之魂果然霸道，所言不虚。那我先收了此魂，再拿尊魂幡也不迟。老夫以14代朱雀子名义，现今所剩9/10寿元，求以身前修真联盟
赐予的停止意志。师父，师兄，对不起，盾天尽力了。把尊魂幡拿来吧，给老子滚！曾牛，你还活着？你不是他，你到底是谁？